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Bob 的频道。作为一名 YouTuber，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，是否希望吸引到更多的流量？是否希望吸引到更多的粉丝？是否希望能有更多的观看量？本期节目重磅推荐 TubeBuddy。在本期节目的最后，将会有 TubeBuddy 的试用版本信息以及优惠信息，请注意观看哦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TubeBuddy 这工具，强力推荐，尤其对新的 YouTuber。今天介绍 TubeBuddy 主要从以下6个使用技巧上来给大家介绍。第一个，发布时间；第二个，视频优化；第三个，关键词选择；第四个， YouTube 视频的最佳实践；第五个，批量操作；第六个，标签的翻译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TubeBuddy。好，我们假设各位都已经安装好 TubeBuddy， 下面我们来看第一项功能 TubeBuddy 的发布时间。那安装好 TubeBuddy 之后呢，有2个入口，第一个入口是右上角这里，第二个入口是在每一个视频这里增加了一个 TubeBuddy 的按钮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右上角这里，点击 TubeBuddy 的按钮，我们会看到最好的发布时间。那在这里 TubeBuddy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，它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发布时间。那这里面有2大建议，第一个建议在早晨发布你的视频，第二个发布策略在堵车之前的几个小时内发布。这里你还可以把 YouTube 频道和 Google Analytics 进行绑定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看到你的观众他们查看你的视频都是什么时间，从而进行发布时间的选择。第二个功能，我们来看一下视频优化。在 TubeBuddy 的按钮下面有一个 SEO Studio， 这个功能呢是现在最新推出的功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假设我要做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呢就是 TubeBuddy 相关的，那我可以从 TubeBuddy 开始，这样在这里呢右下角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，如何去改善我们的这个视频。那假设我的这个视频的标题呢就叫 TubeBuddy Tutorial， 好，在描述当中呢我会写上 TubeBuddy Tutorial 2020，我这里做一个示意。好，接下来下一步是来选择标签。那这里面呢会TubeBuddy 会给出我们一些可用的标签，比如说 TubeBuddy 的标签、TubeBuddy 的教程等等。然后接下来第3步会说你的视频需要一个缩略图，这个缩略图大家一定要自己亲手做一个缩略图，而且要是一个高清的。像下面这样的这几个缩略图当中，第2个缩略图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例子。缩略图当中最好是有人的头像出现，最好是非常清晰的表明你这个视频的内容。好，我们看后面这几个视频，缩略图都是非常棒的。好，这是你的视频优化的一些建议。第3个功能是 TubeBuddy 的大杀器，关键词选择。在 YouTube 当中，关键词是非常重要的一块。假设我们这里来搜索 TubeBuddy， 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区域。第一个区域总体打分，第2个区域分数的分析，第3个区域相关联的关键词，第4个区域通用视频的一些标签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区域总体打分。TubeBuddy 这个关键词总体打分是9分，100分满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并不高。Weighted 它代表的是说 TubeBuddy 关键字在我这个频道里面打分是多少分。我们还可以看 Unweighted， 它是在整个 YouTube 当中它的打分是多少。那这个分数呢依然并不是很高。那在这个分数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，我为什么会做这一期视频呢？这是因为我周围有很多的小伙伴现在都开始做 YouTube 视频，那为了给小伙伴们一些建议，所以呢我特意录制了本期视频。这里面分数的分析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块。
第一，我们可以看搜索量 ，TubeBuddy 这个关键词搜索量非常高，但是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。第三个呢是说你的优化的空间。接下来这有2个数据也是很关键的，第一个是搜索的结果量有多少，每月的搜索量大概是523K。好，那接下来看一下相关联的关键词，这个区域你可以做你的长尾关键词或者关键词组合，比如说 TubeBuddy， 我们可以做成 TubeBuddy 的教程、TubeBuddy 的标签、TubeBuddy for YouTube， 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标签。那我们就知道哦，原来我的视频还可以加上这些标签。好，这个是关键词选择非常核心的一块功能。好，第4个功能是最佳实践。然后在这个视频的详细信息右边，我们可以看到 TubeBuddy 会给了我们一些建议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TubeBuddy 给出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？这里面 TubeBuddy 一共给出了15条建议。第一，一定要有字幕；第2，要做卡片；第3，评论要置顶；第4，要对评论点心；第5，要回复评论。下一个，你的介绍当中不会有链接无法点击，要有结束画面，要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并且获得喜欢，要加入到一个播放列表，标签不能太短，要有高清的缩略图，标题要含有标签，标题的长度要在20到70个字符，分享到 Twitter。 那我们再切换到另外一个视频上，我们看一下 TubeBuddy 会给出我们的一些建议，他按照刚才的15个建议进行检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的检查结果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最佳实践的缩略图呢做的并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会建议我再做一个高清的缩略图，增加更多的标签，增加结束画面，增加卡片，增加字幕等等。接下来呢是批量操作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卡片或者结束画面做一个批量操作，直接复制到其他的视频，或者我直接应用一个模板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操作，卡片或者结束画面，它会可以进行批量的操作。比如说我们再来做结束画面，结束画面这里我这个视频当中最后的结束画面有3个，而且时间是从7分46秒开始。可以点下一步。好，那来看我当前有哪些视频。假设我要把这个结束画面复制到这里，开始。好，结束画面已经复制成功。那刚才那一步呢，你还可以选择一次复制多个结束画面。好，那这里就是批量操作。最后呢，再介绍一个功能，是标签的翻译。标签的翻译就像这样，点开标签翻译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默认把所有标签都列举出来，然后呢会告诉我们当前你的粉丝当中77%是中国，19.8%是英文。所以呢我们来看，可以先选择语言，比如我选择简体中文。好，那第2个 Trello Tutorial， 它就是 Trello 教程。TubeBuddy 它是一个收费的工具，虽然说它是收费的工具，但是呢它的免费版本已经非常强大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收费功能。作为 YouTuber， 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成本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基础的这个版本，它每个月是9美元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 YouTube 频道还不到1000个订阅，可以选择它可以打5折。如果是说你希望每年来付费，那它又可以打个9折。最后呢，它是每个月3.6美元，也就相当于是不到30块钱，已经是非常的便宜。然后今天介绍的这几个功能当中，大部分都属于收费版本的功能，尤其是你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关键字、更多的标签功能的时候，对于试用版的下载，大家可以关注我评论区留的链接，那里有试用版本收费功能，开始试用14天，快注册，快试用哦！预祝各位的 YouTube 频道越来越火，粉丝越来越旺，流量越来越多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订阅 Bob 的频道，并且转发给你的粉丝。